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孙先生，41岁，来自吉林，销售；吴女士，35岁，来自吉林，家庭主妇。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肯定是陪伴呀，一家人相亲相爱的，相互关心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组建家庭是为了什么呢？说点实际的，我觉得挣钱养家是我应该做的，但他总不理解我，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对家不管不顾。他说的好听，什么挣钱养家，他现在基本都不往家里拿钱了，他心思根本就不在家里，我都怀疑他现在就是外边有人了。在外奔波已经很疲惫了，一回到家，不是要钱就是疑神疑鬼。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他到底要我怎么样？哎呀，就不是要钱就是疑神疑鬼啊，就觉得信任没有了，信任崩塌了，是吗？来，咱们说说吧。我俩是07年认识的嘛，他对我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追了我有5个月，那个时候吧，他就是特别细心的一个人，然后对我呢也特别关心，我感觉他这个人我可以托付终身。后来就领证结婚了，现如今呢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觉得挺幸福的，挺好的，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就感觉他现在吧，就是电话也基本上不给我打了。我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给你打电话就各种责备。你本来就是打的少了嘛，那你以前一天打2个电话的时候哪儿去了？你以前怎么对我？你现在怎么对我？他老冤枉我。我干啥冤枉你啊？我跟你说，老师哈，真的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那是提前1个月了，我跟他说好了，我说的，能不能回来陪我？因为他这个工作嘛，就是比较忙，经常不着家，就是在外面跑业务。我是全国各地奔波，我不经常回家，就是经常要出差，对吧？对。那您大概回家的频率是？几个月回一次不一定。好多年也是没给我正儿八经过生日的嘛。啊，他也说了，他答应我了，他说不管因为啥事儿，到时候指定能回来。那这不说的挺好的吗？但是我过生日那天了，他就没回来。炒了1桌子菜，我就在这等到半夜了，真的，我就是这些菜凉了热，热了凉，来来回回好几遍。我不回去不也是突发状况吗？什么叫突发状况啊？老师，你说不管啥事你白天你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一个电话没给我打。我回去之后没给你弥补吗？就这件事揪着多长时间还不放？主要是他在意的是，你不回去也得打个招呼吧？对呀，你不能给人放鸽子，然后还连个音讯都没有吧？这有点不合适啊，毕竟是过生日嘛，我想问一下，您记得他的生日吗？5月初10。他忘了。我没忘。哎，生日是没忘，但是就像您做生意，其中有一个技能那就是联系啊，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因为由于忙，当年我确实忘了，这是实话。但是我过后我也给他赔礼道歉了，我回去之后我也给他弥补这个生日了，他非得就这件事不忘。先生，您那理直气壮的劲儿，我没忘，最后我确实是忘了，你这不啪啪打自己脸吗？是，刚开始是说好的，但是他那天他就是忘了。行，生日忘了不对。还有啥事儿？太多了，老师。那我姑娘发高烧那事，就高烧不退，我来来回回真的给她打了7、8遍的电话，一个电话她都没接。我前面抱着老二，后面背着老大，我自己到医院给她办理住院。我白天在外奔波，晚上我把手机静音了。我第2早起看你给我打电话，我没回复你吗？有啥用啊？那我都已经啥都办完了，到医院该办的事我全都办完了。关键是半夜了，你给他打电话，他能赶回来吗？是，老师我知道，就是他赶不回来，我也没说是就是非得让他回来。你就想要个精神上的支撑，对不对？对，哪怕是你鼓励我一下，你说哎呀，家里头全靠你一个人哈，你辛苦了你安慰我一下就行。你都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你长大点，你成熟点行不行？这个就是过生日没有及时赶回去，女儿发高烧也指不上他。对，啥都指不上。我阑尾炎那事也是特别严重，就疼的在家自己直冒汗，真的就是特别无助。那个时候给他打电话也是不接啊，没办法，把2个孩子我就放家里了，我就自己上的医院。完了给他打电话回来了，埋怨我就是自己啥也干不了。我后来没回去照顾你吗？你躺在病床上，我不也心疼你吗？我也不能及时回去。那你这边那些闺蜜呢？你这边那朋友，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打电话啊？你别找我朋友，你现在知道找我朋友了啊？我那朋友你不是狐朋狗友吗？不是不让我跟他们联系吗？他的朋友就是狐朋狗友，成天比吃比穿比喝，成天在一起打麻将，一点正能量都没有。这都是他自己认为的。是，我是偶尔的跟他们出去打会儿麻将。那是天天好吗？那我就不能放松一下我自己吗？你偶尔那叫放松，那天天叫放松吗？怎么就不能放松一下啊？等一下，是偶尔还是天天？这个事儿很重要。天天。那孩子呢？老大上学，老二他领的，也算是见见人吧，见见世面呗，对不对？你那是见世面，去麻将馆见世面啊！麻将馆见世面，这打麻将见世面，你不能陪他上公园玩，你不能在家给他做点早教。别提早教的事，一提早教的事我就来气，知不知道？你有啥来气的？什么叫不来气？
那我姑娘真的报个补课班她都不让，你不知道她抠成啥样，还早教不花钱吗？早教不得买东西吗？我一开始把所有的工资90%都给他了。我的同事人家每到年底一算账，人家都会存款，而我呢回家一算账，存款1分没有，而且还有拉一片的机会。是我现在提到这个借钱这事儿哈，我都得感谢我的姐们儿，知道吗？如果说他们不是借我钱不帮我，那时候我姑娘的补课班都上不了，她不给我钱呢。他不是90%都给你了吗？那是以前。他以前给你的那些钱，为什么没有存款？你那些钱都干嘛了？家里2个孩子，那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开销多大呀？你就2个孩子，一个上初中的，这个还得搁家喝奶粉。他在怀疑你是不是没有存下来钱，是因为你经常要出去打麻将，经常要点外卖。就是偶尔的，那有的时候就是那外卖那个东西，那不那馋了就点一份呗。那这玩意儿你还用说吗？在这顶上，你磕不磕碜呢？那是馋吗？那是懒，那是馋吗？来，那个点外卖的次数，咱说一下。基本上每天1个礼拜最少5次。那你说这1个礼拜多少顿饭呢？我点5次外卖还多吗？那1天3顿饭，1个礼拜那20多顿饭呢？你要说你这么来，就说你这么来的，你在这说啥呀？我怎么这么来？衣服成天买完之后不穿。那给我儿子那本身小，长得那个还快，买了一堆衣服，那袜子从来不洗，穿埋了直接扔垃圾桶了。谁家过日子这么过？你就能看见我这些，我好的地方咋看不着呢？你为啥不洗啊？有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洗。对呀，把袜子扔了。我这一天忙里忙外的，全靠我一个人。您全职妈妈也是个职业呀，您在家里要照顾孩子呀。您结果把孩子抱去打麻将，最后点的外卖。所以其实为什么先生这么大怨气，一上来这么大火气，我现在慢慢有点明白了。对，他其实觉得你在家顾好大后方，但是你在家的这个本职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他对你也有埋怨。你说他现在不给你钱了，以前是给的，现在不给了。不给了，对。为啥不给了你？我怎么给你钱？我挣多少钱够他花？你有钱给别人，没有钱给我呀？我给谁了？你说你给谁了？你说。你不知道吗？怎么回事？他给谁了？男的女的？好像是女的。谁呀？那是我的同事。光给人转钱，左一笔右一笔。等一下说清楚，同事是女的，男同事不讲理他。老师，你听我说，我们把这事捋清楚啊。我从公司提货，因为我们下乡跑业务，有的假如说老师，就像你是我的同事，你那边没有货了，需要从我那运货，这业绩就说咱俩的。但是公司算账把钱全搭在我身上了，我是不是你的业绩？我是不是跟你均分？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我没有货了，我也从其他同事上求助。我解释一下，他说的这个符合逻辑，事实我不知道。如果说一笔生意是2个人做的，有一个人为主的，那货款确实在他这里。从根上来说，你怀疑他有外心了。那么这一条证据还有其他的让你怀疑的地方吗？咋没有啊？他给别人买的化妆品购买记录我都看见了。我的客户，我需要维持这个客户的关系。一个女的，我没啥礼物送的，我给她买盒化妆品，有什么不正常的呀？从结婚到现在，你送过我化妆品吗？你的化妆品梳妆台上它摆的满满都用不了，我还给你买化妆品。我自己买的那都是，我自己买很正常，怎么的？你一个男的，你挣钱养家是应该的，怎么的？我买他化妆品还不行了，你这还限制我？你什么都管我？除了你发现他买化妆品，还有其他的事儿吗？他跟别人聊天啊，聊那些暧昧的话，没说吗？成天想这个想那个的。我想谁了？我又暧昧的话的聊天记录是什么样的？聊什么了？我带来了，来，我们看一下。佳佳在不？在呢。晚上一起吃个饭，正好有个礼物送给你。可以呀，正好我也想你了，咱俩也好几天没见了。上次多亏了你，我才能完成那个大单。今天我可得好好感谢你。老师，你也听明白了吧？你说吧。我是不是为了完成业绩？我是为了搞好这个线下关系。等会儿最后一题，我去接你，你等着我啊。这个和业务有关系吗？我刚刚在微信里明确的说了，我也是为了完成一个大单，我也是为了感谢他，我就是明确的，就是为了请他吃饭。我不否认他对我有爱慕之心，但是我私下里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他了，我有媳妇儿，我有家，我爱这个家，就是咱俩只能是作为客户，作为朋友。但是电影我根本就没看。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您没有缝，它不会这么盯上来的。另外，为了一个大单，您就可以去诱惑别人。老师，你怎么能说我是诱惑呢？女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任何女人对任何一个男人不会轻易说出来我想你了，一定是你给了他什么信号，或者你让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才能说出这话。他觉得我优秀呗，我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为了是多挣份钱，好不好？来，我问一下，最后跟这个女客户现在还有联系吗？有联系，实话实说有联系。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怕啥？就是单独的客户关系。
如果你媳妇儿就你老婆，她特介意这女客户，就是你会不会愿意为了你老婆，比如说像这些有这样情愫的人在，我尽量远离，保持一些距离？不会。好，我接着问几个关键的问题啊，他是不是经常会查你的手机？状态都摆在这儿了，都明显了。查我手机都小事儿，他只要看我跟哪个客户一沟通，他私加微信骂人家。我骂他不都是有原因的吗？不都是你跟人家聊这些话吗？我的客户你给我上了多少，你知道吗？我原先的业绩多少，现在的业绩多少？不跟我没有关系。来，你骂了谁？骂了几个人？6、7个吧。 6、7个客户，我也不知道是客户是啥，反正都女的同事啥玩意儿，他那里头全是那玩意儿。您发现他跟其他的一女客户聊什么了？你骂别人，他就请人吃饭，所以你根本不管他是不是他客户，你上来想骂就骂，是这样吗？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甚至有一次为了过来抢手机，我把手机都摔了。你摔了，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就是上回他这个请这个看电影这人，我就想看看这是他俩还联不联系了嘛。但是我拿起个手机要看的时候，他就抢过去了，他就把手机咔嚓他就给我摔了，他就不让我看。 他就那里头，他就是什么猫腻儿，他也是什么猫腻儿？就是之前还是说的啥，我就是不知道了。他摔完了，我看不着。吴女士，就是你老公1、2个月回一次家，一回家你就查他手机，然后骂他的客户，你觉得他还想再回这个家吗？我感觉他不想，他心思没在这个家。因为我一回家，除了要钱就是要钱，再就是对我疑神疑鬼。我一回到家，家里的温暖我一点都感受不到。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的儿子女儿一个今年都14岁了是吧？大的14，小的多大了？3岁。你为啥不出去工作呢？不是我不出去工作，老师，就是咋说呢？因为就是没结婚之前他就告诉我了，他有这个能力，不需要我出去工作，就是在家照顾2个孩子就行了，给他生儿育女就行。以前好吗？以前的业务非常好做，现在钱也不好挣。我这个事我跟他沟通过，我说不行，我说你出去少挣点，找个兼职，多少能替我承担一些。他就把我当初对他的承诺。 就一直压着我，你当初不是能养活我吗？就这样，就是这种态度跟我说。你一直没上过班吗？我没上过班，结完婚以后就生老大了，生完老大之后，这不就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吗？老二和老大差10岁，那这10年里面你都没上班吗？打麻将啊，什么打麻将呀？别说废话，我那是咋的，老师？就是说我是想上班，那时候孩子小，没人照顾，那是不得我照顾？那你说。 这些上班的女人都咋了？没生孩子吗？说老师，我来对了，我跟你说，那不也是你当时承诺的吗？承诺现在他的生意发生变化了。另外还有一点，就像你像去打麻将，竟然可以把孩子抱着去，您都化解了照顾孩子的问题，又实现了自己打麻将。难道您外面去找工作，甚至是去做兼职，找不到办法吗？关键是你不想找。 不是我不想找，但是我这么多年没上过班吧，也不会啥。那你麻将不是您学会了吗？麻将也要学的，也有技巧的呀。拖孩子带崽的咋学呀？完了，人家还得挑时间，8点半送孩子上学去了，下午3点就得回家取。你说这个时间，这哪有这么相应的合理的班？所以吴女士呀，日子过成这样，你也怨不得别人。其实我挺理解他，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挺理解他的。你别挑好听的说，理解我，理解我，他不把手机。人家要说好听的，你还不让人家说。他理解啥？他理解？他把那个手机摔了，他不给他买个新手机吗？你理解我？你是不是跟那女就该断了啊？他不有猫就不让我看吗？那结果呢？第2天买回新手机了，咋的了？那把密码还换了，那正常吗？老师，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那个时候到民政局了已经。那会儿我不给你赔礼道歉了吗？是不是？我把密码也改回来了。 我是不是也让你看手机？是不是啥毛病都没有？我不怕他看，但是他这种行为我不赞同。你既然已经不想让他看手机，且都已经闹到民政局了，为什么你突然又转念要把手机给他看？因为我爱我的妻子，因为我爱这个家呀，我对这个家没有产生什么疑义啊。说实话，就是话赶话赶在那儿了，其实根本就没想离婚。今天要来我们节目，你们俩各自的诉求是啥？我的诉求吧，就是挺简单的，老师，我就是想他多陪陪我，然后呢，没事别老跟我玩失踪，是不是？我找他找不着，我知道他挣钱在外面是挺不容易，但是你说你也得体谅体谅我，我一个女人在家又当爹又当妈，对不对？我的难处你也得能看得见。他说的事我做不到，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个现状，我的工作就需要全国的乡镇、小县城的跑，我的跑的业务是非常累。您说您的诉求？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对我不要疑神疑鬼，我希望他不要总跟我无理取闹就行。我希望我回家休息的时候能得到家的温暖，我就满足了，我就仅此而已。我们先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梁先生和秦女士，你们听完他们的这个故事有啥想法或者有啥感触吗？我作为男人，我支持我小老弟儿。
希望弟妹给多一些空间。作为女人的角度上，我支持我这个妹子的那个说法。给女的买化妆品吧，你应该跟你媳妇沟通一下。那我给她买啥呀？她成天对我一字一句，我敢跟她沟通吗？化妆品你喊啥呀？你给谁要谁呀你啊？你干啥呢？化妆品不是随便送一个女人的，知道吧？你跟她沟通一下，你俩之间还是缺少沟通。哎，那您觉得这媳妇儿做得好吗？她行为打麻将抱孩子那是不好，所以她也有不当之处，对吧？另外还有丈夫当年您看给妻子的工资上交是90%，您告诉我现在交工资比多少？40、50。那都是我要的，老师。剩下的钱我得留着应急用啊！我把钱给他，到时候家里有个大事小情，1分钱拿不出全靠借呀！谁家过日子能那么过啊？吴女士，你们结婚14年了，对吧？15年，有银行存款吗？没有。说实话，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斗争经验，只能说从我的感受来谈一谈。首先说，姐姐，你已经结婚了15年了，意味着你这15年都没有踏入职场，你也没有跟这个社会去有一个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钱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挣的。就是你自己没有去挣钱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应该要尊重一下你们家的唯一的生产劳动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应该去提高自己的认知。确实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跟你的闺蜜打麻将了。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看看书，或者去学一门手艺，在你家里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你没有时间，我真没有时间。你想真正得到话语权，你就身体力行的行动起来，不要谁说你的问题，说你的缺点啊，我没有啊，我做不到，没有客观条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也跟你一样，你们家早完了，还能在这吵吵吗？吵吵不了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您要给孩子塑造一个，越是爸爸不在家的情况之下，你越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这个家庭有安全感、有支撑感。你的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你们的两个孩子。就你的状态以后可能会让你的孩子以后变得很懦弱，就是你们小男孩，对，小男孩才3岁。如果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一个常年不在家的父亲，会导致这个孩子可能从小他很多心态上就会有问题。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你说他跟那个异性聊天没有边界感的这个事情，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跟他说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处理，然后我希望你能够当着我的面如何去处理这种关系，你跟他讲一个科学的可实行的方法，而不是你一个人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然后又把你们家的财路给断掉。你断了他的财路，等于断了你自己的后路。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俩要离婚，至少他赚回来的钱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干嘛亏掉自己的钱呢？赔了夫人又折兵。男士是觉得自己没啥错，对吧？钱交了，在外面跑挺辛苦的。对呀。但您觉得您真的对这个家很好吗？咱就不用说其他的，你用的尽全力是你把钱的确都交给这个家了，但是你的心根本不是在这个家里边。我就说一个角度，你是做销售的，销售不可能手机关成无声，听不到电话。我也曾经做过销售。这是做销售的必须规则，手机随时24小时有声，而且做销售的我们有一根神经，电话一响立刻就拿起来，因为特别怕客户晚上给自己打电话。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一点，你的心不是真正在这个家。我所说的心，是你经常飘在外面，你觉得你把钱都给到了，是对这个家好，我承认，钱给到的确是为这个家，这个家的确需要钱，但是你别忘了，一个家真正的能让这个家幸福的不是钱，而是心思，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关心。你想要关心，他同样也想要，他同样也希望老公打个电话，哎，媳妇儿咋样啊？最近孩子闹不闹腾啊？哎呀，你自己注意点啊。他肯定是需要这种电话的，但同样你也需要。我先说的是你。老师，你说的我反驳，我不同意。我不需要你反驳，我只告诉你，你现在婚姻没过好，我再跟你说原因。你反驳我没用，因为这婚姻是你的。事实幸不幸福你自己非常清楚，开不开心你也很清楚。你为什么跟别人聊起来舒服？因为你觉得在外面能够有开心嘛。为什么你不想回家？因为家里不舒服嘛。你反驳我有什么用？所以我跟你说的任何的原因，你反思反思。你们2个人都有问题，不可能一个人有问题把这个家过成这个样子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有权利过好自己想过的人生。而人生不是给自己过的，是跟关系过的，是跟自己最爱的人能够舒服的过下去，这叫幸福。幸福是一种体会，所以你自己反思反思，你的婚姻当中真的有没有幸福？同样对妻子也是一样的，你有很多的错，你不是不知道，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你的错了。我知道你有无数的错误，
我知道你有无数做的不当的地方，我也知道什么是东北一个媳妇儿。东北人最喜欢一件事情是什么？干净。我这次去东北，我才发现，所有我遇到过的东北的夫妻，所有我遇到了不下30对夫妻，都跟我说一句话，说你们南方人不知道，我们北方人，特别是东北媳妇儿，必须爱干净，绝对不能埋汰。埋汰就是给别人撂闲坑，就给别人落了闲靶子，就不能让别人有这个小靶子搭着。所以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做得好不好？但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刚刚有一句话我不认同，你说这个家存不下钱来。15年，再穷的家庭都会有存款，1万也好，2万也好，都会有。但如果没有，我只能说是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她可能在某方面失职了。你可以来想一想，但最后你俩到底恩不恩爱，你们俩自己都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真正把这个日子当日子在过，所以一个家过得好，一定是2个人合力；而一个家如果过得不好，也同样是2个人合力。你们可以合力让这个家过好，也同样让这个家可以有钱，但过得稀碎。我先说吴女士啊，因为同样作为女人，你的所有的这个行为已经没有办法让一个男人把你当一个女人和妻子去对待了。我跟你一张嘴，你就吵，然后我一回家你就翻我手机，我跟客户甭管是怎么着，你就先把我的客户都骂一遍，给你所有的家用，你没有明细，没有报账，反正就告诉我钱没了。孩子管不了，饭不做，衣服不洗，每天就打麻将。咱心平气和地说，谁能过得下去？你为这个家的付出和你对这个家的辛苦，我不否认，因为同样是女人，我明白你很累。但是亲爱的，你要明白一点，你的工作就是全职妈妈。也就意味着，如果他有失职的地方，你同样也有失职的。你失职就是你本来应该要做好这份工作，但是你在这份工作当中，我只能给你评个差，而且你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女人。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行为，都是在把你老公往外推。他分分钟可以抛下你们母子3人，自己一个人远走高飞，无非就是顶上一个渣男和不负责任的帽子。但是他后半生可以过得很快乐，你呢？真正的苦日子，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是谁在承受？是你，因为1，你没有工作，没有挣钱养活自己的能力；2，你妈你也当不好，孩子也埋怨你；3，你自己都照顾不好。所以谁最需要这份婚姻？是你。这个男人有不对的地方，他有过分的地方。但是我们站在最底端、最底线的角度去看问题，谁最需要，谁就应该先抓牢。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从几个方向调整，一定要去工作。人的认知是分层次的，你现在和他的认知不在一个层次上，他跟你说话就是鸡同鸭讲。工作是第一步，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所有种种的行为就是他把你养废了，这是他的问题。他告诉你不用工作，你照顾孩子，好好享受生活就行。我跟所有的女人讲，任何一个男人但凡说出这样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女人养废了。任何一个女人如果踏入这样的坑，就是把自己养废了。有一天这个男人拍拍屁股走了，留了你，你享受什么生活呀？你现在还不抓紧出去找一份的工作，让自己培养起来这个技能，不管再难再苦，我少打一场麻将，我多学一样本事，我有一天我不用怕你离开我。我这都是肺腑之言，我希望你在今天这一刻能觉醒。我明白了，老师。至于男士啊，其实你心里都明白，但是你不愿意去承认，或者说不愿意去改变和调整，是因为你心里面对这个女人有一股子气。对，你觉得你该享受到的都没享受到，但你一个人在拼命的付出。但是夫妻2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是，我们都要看到对方的付出，并且真诚的去认可和肯定。你只是嘴上说，甚至现在连嘴上说都没有。这个女人，我相信今天我说的这番话对她有触动。如果她有触动，有所调整，我希望你也能把你心中的那些愤怒和火气压下来，也做调整。好的。这样的话，日子才能往前走。好的。至于跟那些女客户，你自己把握分寸，因为你知道界限在哪儿。好吧。就这样。
首先我说这位女士，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但却挺不智慧的，因为我都能想象到一个母亲背着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去医院的一个场景，我觉得你很不容易，在那一刻至少是心酸的，但是你挺不智慧的，因为你不去学习，你让一个男人生生的把你养废了，但你口口声声说我不会，但你却有时间学麻将，你还带着孩子去打麻将，10几年你没存钱，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原因？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学点什么，我要怎么样提高自己？你没有，你很不智慧，而且你们俩之间由于互相之间的火气和缺少温暖的交流，所以使你俩天天都在吵。这个女方呢，你比较懒，不想去学，也不想去做饭，然后点外卖、扔袜子，从一件小小的事情上来说，你没把这个日子过好，你不算那种特别贤妻良母的那一挂。你得找找自己的问题，而且呢，你得审视一下自己，我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自己？我是不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母亲？我给了孩子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其次，这位男士，你口口声声都说你很难，是的，现在大家很难的人挺多的，不止你一个人难，也不止你一个人有孩子和有家庭。其实一个电话的温暖还是需要的。如果说你真的看不上这个老婆，你早说，咱别拖累着人家，早说，早一点让她觉悟，别搞暧昧，看不上可以离，但是不能允许别人对你说我想你这3个字。他也不容易，他也确实是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我就请你回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他为什么买衣服？他也想优秀，他也想好看，他也想吸引你，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多想一想对方的难处。男人在恋爱时最有毒的情话，那就是我养你。但想不到一个妻子14年婚姻，躺在这一句有毒的情话当中，沉迷了、陶醉了14年。你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当我们得知你可以这么多天去打麻将，可以让孩子吃外卖，甚至可以抱着孩子去打麻将，你这个理由已经荡然无存了。作为丈夫来说，他有很多的不对，甚至存在很多的问题，但你不能说他对这个家没有责任。从当初工资90%交给自己的妻子养家，到现在50%左右的交给妻子养家，为什么递减？他内心对家里的那个温暖，对妻子的这样的一种期许，他在递减。妻子，你很辛苦，但是在丈夫眼里，你持家是不合格的，当家也是不合格的。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视频聊天，都指责他，但我认为对你来说，这是风暴的前奏。我们经常说，一个女性最愚蠢的，那就是疑神疑鬼。为什么疑神疑鬼？是你自己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完成麻将早教的母亲，你哪来的自信啊？作为丈夫，他对2个孩子100%的爱。恕我直言，你们这段婚姻现在还能维系，并不是丈夫对你的爱还像当初一样，是2个孩子。所以今天要做出选择的是你，你改变了，他感觉到家的温暖了，可能回家的频率更高了，交给家里的钱也更多了。前提你自己给自己自信，真的去找一份工作，因为现在家里的条件需要你去工作，丈夫也渴望你有兼职。你如果说体谅他一点，他会还给你体谅。这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样的婚姻才是长久的。你今天要做出选择。我希望今天对你们2位有所触动，能重新调整，能真正的去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是希望这个家好，
希望你们的家能幸福和美的话，2个人同时都要去调整自己。好，我们一起开门揭晓答案。3、2、1，请开门。这个会出来，肯定。都会出来。好。好，既然出来了，那就各自说各自准备怎么改变吧。我刚刚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我也能感觉到我的脾气确实太暴躁了，就是处理异性问题呢，确实也不是特别得体。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确实有毛病。再往后就是作为异性接触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握好度，我把我的脾气改一改。我也改，我也知道他赚钱养家也不容易，以后呢，我也会好好跟他过日子，精打细算一些。我也会找个班，提升一下我自己的价值。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位吧。好，谢谢你们啊，也祝你们日后生活幸福，谢谢。好的，老师，谢谢老师，辛苦你们了。这个拥抱能看出还是有感情在的，最起码他们没有一方烦对方。